朋友们看到没？这后面是什么？火箭的喷气口。难道这台车装了一台火箭发动机吗？你有病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消费电展的追觅展台，在我前面呢就是 Nebula Next 01的 Jet Edition， 也就是火箭概念车。刚刚呢开头大家可以看到，整个尾部呢是有2个火箭的喷气口。那么关于这个车呢，目前的信息呢并不多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整个外观设计。首先可以发现啊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超跑外观，整个四周呢有很多这种碳纤维的组件，看上去非常夸张。虽然这个车车门现在不能打开，但是呢，通过前门与前翼子板的接缝，可以大概猜测这个车型呢应该是一个展翼门的造型，开启呢应该会非常的帅。另外呢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概念车呢并没有采用电子后视镜，而是传统的后视镜，可能这种后视镜呢会比较实用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整个侧面造型，这一台超跑整个尺寸目测呢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它整个后排这个车窗面积啊，相比于传统的这种超跑来说是要大很多的，而且呢后面还是有一个门的，所以说这呢其实是一个4门的超跑，这个设计呢还是比较独特的。另外呢，可以发现整个车顶的上方呢是有一个类似于鲨鱼鳍的造型，从车头一直贯穿到车尾。这个尾部啊，整个大尾翼包括后面这个后尾唇呢，也都是这种碳纤维的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设计的最精妙的还是它这个尾灯造型。可以发现它尾灯啊，其实是没有这种传统的灯罩的，它是一颗颗这种光锥或者棱柱往外延伸，然后营造出一个红色尾灯效果，看上去呢非常的有科技感。当然，最有科技感的还是后面这2个类似于这种喷气发动机的一个造型。不管怎么样，这2个喷气发动机的造型往后面一摆啊，整个车的运动属性立刻拉满了。当然，这是 Jet Edition， 也就是火箭概念车。那我们看一下常规的概念车长什么样。我们在这个展台上面呢，发现了一个常规造型的概念车。果然没有猜错啊，它的这个前门是采用了一个展翼的一个开启方式，而且呢，可以发现前门上的这个碳纤维饰板跟前门呢是一起打开的，下方的这个压铸非常的粗壮，看上去呢也是非常有动感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后门是怎么打开的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，整个后门呢还是一个常规的打开方式，而且呢4个车门呢都是这种无框车门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尾部。好，来到车尾可以发现啊，这台 Nebula Next 01概念车呢，它的尾灯呢是一个贯穿式的感觉，而且呢，它里面同样是没有尾灯罩的，里面呢也是这种红色的发光的这种光棱锥，看上去呢是非常有这种科技感的。我觉得这个造型啊，可以打个90分，你们认为呢？当然呢，在现场我还发现了一台 Nebula Next 01X， 也就是它的一个 SUV 版本的概念车。可以发现呢，它采用了一个绿色涂装啊，看上去呢是非常年轻动感的。而且呢，整个头灯组造型呢，跟刚刚的 Nebula Next 01超跑是保持了一致的。不过呢，整个车头啊，明显是要感觉更加厚一点。这台 SUV 概念车的整个侧面呢，也是要更加饱满的。但是呢，同样也是一个实体的后视镜，不过呢，上面会有这种碳纤维装饰，包括整个侧裙呢，也是这种碳纤维的饰板，看上去非常运动。不过呢，前门的开启方式就不一样了，它是一个常规开启的前门，采用了一个半隐藏式门把手。不过呢，这个后门很有意思啊，可以发现呢，它后门也是一个半隐藏式门把手，而且呢，这是一个对开式的后门，有点像劳斯莱斯，有没有？整个尾部造型呢，也是跟刚刚的超跑保持了一致，但是呢，整个尾部明显要更加厚一点。尾灯呢也是这种光棱柱造型啊，看上去呢也是非常立体的，而且呢整个尾部可以发现，从这里开始一直往下都是大面积这种碳纤维啊。那么聊完了外观设计啊，这次发布会呢其实也透露了一些这个车的动力以及一些底盘参数，比如说呢这个车的0-100加速啊可能会做到1.8秒，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夸张？而且呢，因为这个车啊，它是采用了一个线控转向，所以呢，它的转弯半径是可以控制在5米以内的，开起来呢会非常灵活。当然啊，关于追觅呢，其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还是它的一些消费类的家电。那么其实消费类家电呢，跟汽车啊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。就比如像是洗涤机里面，它的电机呢也是非常考验这种转速的。这个电机转速呢，跟车的电机转速呢其实是可以相通的。包括呢，像是洗涤机，它会有一些自动巡航、自动去搜索的能力。这个呢跟智能驾驶呢也是相关的，所以说追觅造车呢其实并不是说是跨界，而是一种将这种智能体延伸到车辆，把车辆作为一个智能中枢，是这样一个操作。那么这次的消费电展呢，追觅是包了整个E7展馆，所以说除了这一个车辆展馆之外呢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狠活。下面呢给大家来简单看一下。好，比如这个啊是一个双刀仿生的厨师机，怎么样？看着是不是很灵巧？比如这块区域呢是追觅的厨房家电，里面有这个嵌入式冰箱、热水器，包括这个抽油烟机，还有灶台都有的啊。当然这里呢还有一个洗碗机。这里呢是追觅的王牌产品啊，就是它的洗涤机，可以看一下它的参数啊，
什么200度瞬热蒸汽洗，还有什么90度热水溶污洗，听着就很厉害的样子。这里是追觅的蝶衣机器人，可以说是懒人福音啊。这里呢还有一个追觅的低空飞行器，不得不说啊，追觅的这个涉猎啊确实挺广的。当然，这些呢只是整个1期馆的冰山一角，里面呢还有非常多好玩的追觅的设备。那这么看来的话，追觅造车可能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啊。毕竟呢，它有这么多中高端的消费电子用户，而且呢，追觅近80%的营收呢来自于海外。目前呢，海外这种中高端个性化的新能源市场呢，可能还是一片蓝海。那么你们认为啊，追觅造车能够成功吗？